只能是攻击最脆弱的部位，是。危险！注意看，美国冠军太残忍太无情，在中国一晚 KO 2位中国搏击高手，全部都被他那干脆利落的重拳爆头 KO。然而被美国冠军击败的2位中国选手可不是小角色，一位是大名鼎鼎的重量级拳击冠军阿斯哈提，另一位则是蝉联多届散打冠军的邹立涛。首先回顾一下美国冠军一晚 KO 2位中国选手的场面，白色拳套是中国选手阿斯哈提，黑色拳套是美国拳击冠军史蒂文。从体格上来看，史蒂文确实占据着点优势，所以这家伙就一直追着阿斯哈提打，不知道的还以为美国这家伙欺负小孩呢。比赛刚开始，俩人就陷入了你追我跑的环节。对，刚刚我觉得阿斯哈提这个扫踢扫在对方的这个小肚腩、大肚腩啊之上没有什么效果。对，两个人的这个身上的这个抗击打的这个防护太多了啊。在我们赛前的一天，面对眼前这个大块头，阿斯哈提只能用游击战来与史蒂文对抗，毕竟史蒂文的体重在这摆着呢，真要是动起手来，恐怕阿斯哈提真有点扛不住。总体来说，俩人都是十分灵活的胖子。班克确实在这个身材上有优势，身高很高啊。对。阿斯哈提要避免这种突然低头的近身这样。对。哇，漂亮！阿斯哈提这个拳啊非常的好，拳击出身。对。阿斯哈提是拳击出身，所实施的拳法不仅快速，而且还极其稳定。面对史蒂文的穷追猛打，阿斯哈提也能在第一时间进行破解，尽量不给史蒂文任何实施有效进攻的机会。相对的质量越大，他们的重量力量就会越大呀。对。像我们现在看到阿斯哈提的这种腿法，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多次挨到重击的阿斯哈提有点支撑不住了，最终被史蒂文一拳放倒。被放倒的阿斯哈提躺在地上大喘粗气，看来阿斯哈提是站不起来了。刚才是一个后手吗？后手重击吗？有请下一位受害者，他叫邹立涛，算是散打界重量级当中数一数二的散打名将。俩人的体格几乎相差无几，所实施的重拳力度也相差不大。不过史蒂文在中国待的时间很长，对中国选手的打法颇为了解，尤其是土生土长的纯散打选手或者是纯拳击选手，可以说史蒂文一打一个准。第一眼看到这个 Steven Banker， 我就觉得他一下瘦了好多，至少有是30公斤。是的，您说的非常对，陈佩老师，确实正好是60磅啊，所以好 ，Steven Banker 来看到非常强的这个容忍性啊，把他腿扛了起来，都没有被摔倒。但是从体型上来看，确实邹立涛的体型是更加的硕大，都是100公斤以上的。邹立涛表现得太过拘束，眼睛一刻都没有停止过，一直在死死紧盯史蒂文的一举一动，就怕史蒂文突然给邹立涛来一套毫无招架之力的拳脚进攻。俩人的体重相差无几，对比之下，谁都没必要稳中求胜，只需采取重拳对拼，直取敌方首级。直拳发力拳。看到步伐移动方面，是邹立涛是更加的活跃。扫踢来自于功夫熊猫，但是被邹立涛挡住，化解掉了。前腿地扫踢。这个重量级的比赛，实际上就是有时候会非常突然，就是你看的节奏不是特别快，有时候一记重拳比赛结束了。是的，所以必须全神贯注。邹立涛连续好组合拳是压制住了 Steven。史蒂文的抗压能力还算可以，顶住了邹立涛一波猛攻之后，依然可以全身而退。对于史蒂文来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反观邹立涛已经不再进行忍让，拿着重拳使出全力来与史蒂文进行对抗，试图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其 KO 掉。现在有一个可能，是不是功夫熊猫在有意的来保留体能？因为作为这种超大级的选手，体能往往在后半段往往会出现一些问题。好一个摔法，看有没有？好摔，非常漂亮。大家看到，明显邹立涛在第2回合他的冲劲儿啊不如第1个回合。但这样可以接着打，多打几个有效局。是的，也有可能邹立涛体能即将耗尽的邹立涛所实施的重拳已经无法威胁到史蒂文的生命，史蒂文硬扛了过来。对于邹立涛来说，这完全就是噩梦的开始。既然邹立涛体能用完了也没有 KO 对手，那么经过短暂的休整的史蒂文马上就要开始对邹立涛发起反击。
是的，要变了，要变了。时代周立涛非常壮硕，这个脖子啊非常难被他拿下。这要非常小心啊，双方要小心，要小心，要危险。最终邹立涛倒了下去，体能耗尽的邹立涛已经失去了比赛资格，就连最基本的站立都成了一个问题。危险，已经起不来了。啊，比赛结束了，这个有点稍微有点意外。是的，史蒂芬有点可惜。班克，然后这场比赛也是在上一次失利之后，一晚 KO 2位中国搏击名将之后，史蒂文彻底膨胀了。赛后拿着话筒开始羞辱中国选手，声称中国拳坛全部都是菜鸟，没有一个能拿得出手的重量级选手。少林弟子叶翔忍不住了，直接冲上擂台是要与史蒂文决一死战。对，叶翔是拿到了基本上算是2件大满贯。对，这也是我们昆明史综合中国武馆中心赢得的第1场比赛。刚才叶翔这一拳是卯足了全身上下所有的力气，这才把史蒂文打晃。其后跟上连续的重拳，直接把史蒂文挤在了角落处进行击打。从某种角度来说，史蒂文已经丧失了比赛资格。战力已经晕掉了，战力已经晕掉了。哦，这叶翔出手。少林弟子不出手时是不出手，一旦出手那就是一鸣惊人。在中国一晚 KO 2位中国选手的史蒂文，在叶翔面前连一回合都没撑过去，甚至连1分钟都没撑过去。赛后的史蒂文又在大肆叫嚣，不知道的还以为叶翔耍赖皮赢了史蒂文呢。超过20拳了。哦，你看已经软了，手已经放弃了，已经是站立的时候就已经晕掉了。对，哎呦，那实在是真正。先跟你说你看他不服是不是？这个我们少林巨人是不是应该专治各种不服是吧？少林弟子叶翔也没有那么多时间陪史蒂文玩，于是叶翔让小师弟修鹏程来与史蒂文打比赛。其实修鹏程和叶翔早就在少林寺认识，下山之后都参加了自由搏击，所以俩人的实力相差的并不是很多。小绿色是美国冠军史蒂文·班克，中国红是中国选手修鹏程。别看修鹏程体格子不大，真要是动起手来，修鹏程一点都不怂眼前的美国巨兽。战役显赫，体重要比修鹏程重20公斤以上。这个修鹏程的这个身材看起来很不错，是的，大重量级的肌肉线条这么好。修鹏程是一名重炮型的选手，善于使用连续的重拳，刚刚也是给功夫熊猫造成了不小的麻烦。连续的后手拳来自于修鹏程，功夫熊猫现在显得非常的被动，但是这经常把对手勾倒。对，但今天好像他的这个腿法没有体现出来。找到机会的修鹏程直接就给史蒂文来了一套重拳洗脸。声明一下，修鹏程的洗脸套餐是不收费的，但需要史蒂文缴纳他的向上人头。强毒了，谁这么想的？他能站起来吗？谁也没有想到，谁也没有想到，功夫熊猫居然被修鹏程重击，被强夺。强度呢至少会扣掉2分。看修鹏程要接着追击，要乘胜追击。少林弟子修鹏程和叶翔的打法很相似，都是把史蒂文按在角落往死里打。要不是裁判阻止的及时，恐怕修鹏程要蹦起来打了。修鹏程经此一战彻底在中国打出了名气。其实这都是叶翔一手策划的，与其让叶翔在战绩上增加一缕色彩，还不如让师弟修鹏程一鸣惊人。海中马上浮现了一系列修鹏程和昆仑决的重量级的一系列明星的对决，东欧巨炮安德雷还有坏小子罗曼等等一系列对决，相信修鹏程面对于内线的高手也会有出色的发挥。可以说修鹏程一战成名。我们有机会在恐怕史蒂文在中国不敢嚣张了，2次成功就让史蒂文嘚瑟的不得了。这下好了吧？被2次重拳洗脸之后，史蒂文的嚣张气焰应该会得到妥当的改善。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你会给修鹏程和叶翔打几分？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咱们下期不见不散。